今天我们画一幅春天的，以桃树为主的一个小品啊。我们用到的毛笔还是一个中楷，两个中楷，大家看一看啊，还是两支中楷，一支小楷的，我们勾线的笔就是用点影用的啊。还是这三种，主要是这三种毛笔啊。还是先画，我们要构图这个位置啊，近处这是一块处理成一块，这是山石，后边是一层一层的小桃树，中间有建筑，有水田，远处有小船。我们先画这个近处的山石，调一些淡墨，重墨。我们画前面山石的时候，用墨稍微重一些。我们在这个左下角的位置，侧锋用笔，我们画的时候可以边勾边皴的。用笔稍微大胆一些，这样墨色稍微重一些。这是前面的一块，一部分，然后淡墨调一下。笔尖的部分还是要沾一点重墨啊。我们画第二部分的山石，它是自上而下，结构线先勾出来，勾出结构线来。然后皴，我们可以边勾边皴啊，这样相结合一下。我们可以留个大一点的结构，做我们山石这个亮的部分。然后后边可以一些小的结构，让它有个对比。调墨，我们可以把这个山石暗的部分呢，可以让它墨色稍微多一些，
这样山石对比一下，这个明暗的关系就更强烈一点。我们可以再处理山石顶的部分，你可以用一点湿一点的墨啊，稍微湿一点的墨。可以处理一下，这样就是近处的山石，我们就简单的处理一下，稍微亮一下，我们再加它这个就擦的部分和染的部分，我们再加。现在可以处理这个桃树的部分。清水、淡墨，然后北尖的部分沾一点重一点的墨，我们调一下，稍微调一下啊。我们可以画这个前面的桃树部分。我们画这个桃树的时候啊，这个大枝稍微粗壮一点，粗壮一些，小的枝稍微短一些。这大一点的枝，然后我们画小的枝。小的枝要短。先画前面的一组，然后后边的一组。让前后这个闪出一个距离来。这一个，再一颗。我们要注意这个前后的关系啊，前后树的关系。一组。我们让这个树也有个顺着这个山石有个走向。我们的
笔中的墨越来越淡的时候，我们可以画后边的这个桃树。就是最那个墨重的时候啊，我们画前面的，这个笔中的墨越淡，我们就画后面的啊。这样的处理这个浓淡的墨的关系，这个树呢，自然它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远。我们可以再画一层。这样看这个树的关系，前面是重的，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这个感觉这树林的关系也是越来越远。这个。现在这一部分，前面的这一部分桃树，我们画成这样，可以在这个树中间加一些建筑。加一些建筑。不要一个方向啊，虽然是这三个建筑吧，它的方向要有变化。我们可以在山顶的部分，你可以再加一个，再加两个，两个吧，建筑，让它一个相互的呼应。
然后我们接着要把这个树勾完，还是大墨，调一点墨，调大墨。稍微重一点的。我们要在这个房前房后都要有树。可以，这是这个也要往上再画一组，再画一组树。树后边的这个房后边的树啊，稍微墨色淡一点，不要重。你可以稍微的点的墨湿一点。上面的套数我们要画的稍微小一点。我们近处的这个桃树大了，我们这个上面的树呢可以画的小一点。这个墨色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的啊。我们在树的部分，上面树的部分，我们出一块这个远处的山石。
和前面这个淡的这个桃树啊，互相对比一下。我们画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前面桃树要留出它的轮廓，我们要上颜色的位置要留出来。下面我们这个位置呢，是处理的水田。大家看一下画水田啊，我们是用稍微淡一点的墨啊，稍微淡一点的墨，稍微干一点，不要太湿。用中锋勾这个水田。稍微这个线条有点变化啊，稍微有点变化。不要太重啊，画这个结构线的时候不要太重。你可以给它分出几块来。分出几块来。我们留的这个位置也是桃树的位置。调墨，我们让这个桃树要连起来，连成一片桃林。
我们这一部分也是这个水田，我们要处理成水田的。画水田的时候，线条一定要墨色一定要淡，要干，不要太湿啊。稍微把这个靠近水的部分，我们稍微皴一下。稍微皴一下，然后勾梯田。把水田稍微分割一下。我们山上也可以长一些小的桃树，点缀一下。因为是远处的山，我们不用画的太大。勾2笔就可以。我们这再画一座远一点的山，小山峰。可以用这个侧锋稍微擦一下，不用画的太细，因为是远处的，我们可以处理的模糊一点。你可以让桃树绕过来，绕过这个山。远处我们可以再勾一些这个水面流的这个水田。老师用的是生宣啊，因为咱们现在讲的是水墨山水，我们需要用到的是生宣，朋友们。
可以在上面的位置啊勾一勾水田。对，让它跟下面有一个呼应。对，墨色要淡，因为是远处的水田，我们不要勾得太重。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桃树房前、房前房后、山前山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山石的部分啊，现在山石已经干了，我们可以再稍微的擦染一下。我们可以在刚才村的部分啊，我们再稍微的擦染一下，用淡墨、干笔淡墨稍微的擦染一下。我们要把这个亮的部分要留出来。稍微的擦染一下。我们那个桃树也要稍微处理一下，就是把这个树与树之间的距离，这个缝隙留的空间的地方，我们要稍微的用大墨点一下。让它前后的关系更清晰，一些。这样我们在上色的时候啊，它这个颜色重的轻的部分，自然的就区分开了。我们要让它分出一棵树一棵树的这个它自己的这个形状就出来了。现在
现在大概的这个树的前面的树的形状、外轮廓，用后边这个墨这么就是一衬托，就更加明显了。前面的、后面的，我们就要从前面这个最开始，这个离我们最近的这棵树开始，向后一点一点用这个淡墨去处理。到后边那个墨淡的部分，我们也要用稍微淡一点的墨去处理。我们不要染这个树尖的部分啊，一定要把这个淡墨加到这个树根儿这一部分。你可以在这个桃树基本上就是说处理上这种情况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我们画这个水里的小船，我们可以在这个这个岸边画一些，它没有那个扬起那个船帆的啊，画一些。这是我们在这个岸边的小船，它这个船帆是落下来的。这再画几只。可以画几只稍微扬起帆的。
就是才离开岸边的船。我们远处这个水面上可以处理几只正在扬帆远航的船。就是我们近处也有，远处也有，这样这个船有个呼应的关系。我们要在水面这个船的倒影，船的倒影也是运用这个淡墨、侧锋、在这个船的下面，我们画这个倒影。侧锋轻轻的一凿，我们在船的下面轻轻的一凿，这就是船的倒影。我们这个水田，我们也可以稍微的画一点倒影。也是淡墨啊，不要太重。都是用的侧锋啊，画倒影的时候。这样我们的船就浮在了水面上。我们可以在这个水田的位置稍微加一些点缀的东西。点一点苔点，丰富一下这个画面。稍微点一点。
我们可以把山石的部分，也可以点一些苔点，代表这个山上的灌木。让这个山石稍微的显得丰满一点。老师刚才点的对，刚才老师给大家去讲了，我们在山上的点苔，点苔呢，一个是点醒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画面更丰富。远处呢，你可以用苔点来代替什么？代替我们的一个灌木啊。现在我们开始上色啊，墨稿完成，我们上色。上色呢是先，我们需要这个染水，我们水面的位置啊，我们需要用清水，打湿一下。我们要分染水的时候，这样晕染比较自然一些，颜色过渡比较自然。
用清水，因为我们上面处理的是水面，如果不打湿的话，这个处理出来的颜色过渡不是那么很自然。可以稍微的用清水湿一下。我们可以先染桃树的部分啊，桃树呢是用曙红，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曙红，曙红加白色啊，曙红加白色，稍微调的稍微就是发一点粉的颜色啊。稍微粉一点的颜色，曙红加白色，我们要染桃树的部分啊，桃树的部分。不要太重啊，颜色。刚才我们留白的部分是不是颜色特别亮？这样它有个明暗的对比。颜色的墨越淡，我们的颜色也要越来越淡。山上的小桃树，我们也要稍微的点一下，也是用这个曙红调白色，稍微的点一下。山石，我们可以下边染完桃树、山石、花青，我们可以用花青，用花青加一点的淡墨，调成这个墨青色。淡的墨青色啊，不要重，也淡的墨青色。我们染山石的部分，山石的部分，我们用花青加淡墨。山石的部分，我们稍微按一下，还是用这个花青加淡墨啊，稍微的加一点藤黄，我们要染水面，藤黄、花青，
稍微加一点淡墨，可以加一点的，稍微加一点三绿。大家就记住颜色要调一调，都是中和一下，不要用一个这个我三绿色，我直接就上来就是三绿色去画，或者花青我直接花青色去画，我们让这个颜色之间呢，它有一个这个连带关系在里边，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画出来画面的颜色它会相对更柔和一些啊。轻轻的找一下，让这颜色它自然的晕开，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染水的部分啊，我们已经打湿了啊，所以我们染的时候可以轻轻的让这个颜色自然晕开。它有个自然那个颜色的变化啊。远处的我们要轻轻的啊，薄薄的颜色轻轻的染一下，特别淡的颜色啊，染一下。这个颜色里面水特别多啊，特别多。我们可以用清水，轻轻的把这个刚才的颜色我们晕开。我们那个梯田、水田啊，我们用藤黄加一点的花青，调成润绿色啊，这种真绿色啊，真绿色，不要单色啊，不要单用这个啊，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三绿进去。加点三绿进去，轻轻的啊，也是轻轻的上，薄薄的上这个水田的部分啊。水田的部分都要上这个藤黄啊，藤黄、花青调的真绿，然后里边稍微加一点三绿的颜色，是3种颜色，这个调成一块的啊，不是2种颜色。
远处的我们也是按这种颜色，藤黄，那个花青，调一点的绿，这个3绿啊。远处的我们要轻轻的扫一下。不要太重啊，轻轻的扫一下。我们那个靠近水那个水田那个靠近水的部分啊，我们要稍微用赭石啊，用赭石稍微的染一下。就是这个靠近水面裸露的部分，山石裸露的部分啊，水田。因为它露出来的地面儿，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赭石色去把这个地面儿去表现一下啊。它是它的一个侧切面，它是它一个这个斜面。我们稍微的颜色，桃树稍微的颜色，我们再稍微的加一点。感觉不太亮啊，我们可以再加一点颜色。曙红，我们用的还是曙红啊，曙红加一点白色，我们调。如果觉得这个颜色淡的话，可以曙红多一点，白色少一点。你可以再稍微的点染一遍。这样颜色会更加亮一点。我们点色的时候不要点的太重啊，因为我们点的太重的话，如果想修改的话，这太难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上的稍微淡一点，到那个后期的我们可以随时调整。稍微的觉得不够的啊，我们可以再稍微的加一点。这样我们上一次上的淡呢，随时可以调整。如果你上的太重，我们就到最后一看，就是有的觉得调整的颜色太重了，就没法再做调整了就。水面的位置啊，我们可以再稍微的再加一点花青、藤黄，花青和藤黄调一下。花青稍微多一点啊，稍微多一点，
稍微加一点淡墨。我们把靠近那个梯田的部分啊，水田的部分，我们稍微加深一点。稍微的深一点。这样的水面呢，也有个那个颜色的变化。山石，我们用花青，还是用花青加淡墨。稍微染一下，再加深一下。我们亮的部分颜色稍微淡一点啊，我们暗的部分稍微颜色重一点。梯田的，我们那个水田梯田这一部分，我们稍微的再加一点，稍微加一点颜色，还是花青藤黄，然后加一点绿色，就是三绿。你可以稍微的薄薄的再加一点。加一点，这样的颜色它也有个变化。树的部分，我们可以加一些花青，花青加淡墨，花青淡墨，染一些这个树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桃树后边这个树，我们稍微用花青稍微染一下。我们小船子和小房子都是用赭石，我们都是用赭石。赭石稍微的轻轻的染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可以在这个树枝的部分啊，我们稍微加一点曙红。好，颜色基本上就这样，就是这个干了以后啊，这个颜色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书尖的部分可以点一点白色。现在那个没有干，稍微点点白色就可以了。我们要在那个桃树书尖的部分啊，稍微点点白色。稍微点一点白色，然后点成一组一组的，不要散。给人感觉一看就是这个桃花一簇一簇的。我们要点到这个树尖的位置啊，树尖的位置。点到树尖的位置，这个我们要把下边这个树枝的位置留出来，不要点满啊，不要点满。看我点的都是这个树尖的位置啊，都是树尖的位置。你看我们这位木哥给大家总结的非常好啊。桃树是上面密，下面疏，是不是？你看，就是刚才老师讲的，衬托出前后的树冠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的层次感就拉开了啊。拍的课程在学浪学习啊，等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样操作。稍微的点，哎，你看，咱们一点完这个白色，就好像是有太阳光洒在树头上的一种感觉，是不是？我们这个树的层次感马上就出来了啊。上面的点稍微的密一点，下面的稍微疏一点。我们远处的这个树蛋变小，我们的点的白色也稍微少一点。
老师，太白色有没有加水？稍微加了一点。然后百合问老师，白色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桃花这个层次。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桃花的，因为它在阳光下呢，它的有层次变化，是不是？它会有浓淡色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经常如果去看到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树冠的顶端的地方，因为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它的颜色就发白。它下边因为树冠这个底下的地方，它桃花它密集挤在一起，它的颜色就会深一些。咱们就是用浓淡颜色的变化来画出来的咱们的桃花的它的一个这个疏密关系啊，桃花盛开了，对，一看就是桃花朵朵都盛开了，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我想画这个桃花颜色就是重一点，那你也可以不用白色，我们用什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白色加一点我们的这个曙红色，对不对？也是可以的啊。曙红稍微多一点，颜色就红一点。我看这是我们的同学，方向，咱们现在是咱们下午这个时间段，是我们王伟平老师的一个现在山水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时间段。是王伟平老师的现在山水啊，咱们如果喜欢山水画的朋友，可以先拍一个这个课。这个课里面，因为它是一个福利课，老师这个课程里面会讲60幅作品，然后还有20节左右的我们的一些分解课程，讲到我们的史法、术法啊，包括我们的建筑、房屋，包括我们的一些桥梁配景内容，包括我们一些点景人物，包括我们的水，包括我们的云，都会给大家去讲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山水它更注重的是一个墨色的一个体现，我们这个课里面主要就是让大家把我们的干湿浓淡胶啊，把我们的墨色去研究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山水的一些基础的技法，在这个课里面都会给大家去讲到的啊。樱花分问老师，桃花不加太白可以吗？也可以呀、可以。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家如果说我就喜欢那种红红的桃花，那我们不用去点这个白色啊。对，这个是根据大家的喜好来，也可以。你说我前面我想让它对比比较明快一点，那我前面加点太白，我后边也可以不去加，这个都可以啊。老师主要还是给大家去讲一些方法啊，大家呢就是你的这个创作的时候，我们老师讲方法，但是我们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跟老师画成一样的，老师是给大家一些启发，教给大家一些我们绘画的技法。然后给大家去讲我们画画的时候，它的一个绘画的一个过程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在绘画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添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些变化呀，我的一些想表达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去画在画面中的啊。这就不用点白色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曙红加白色。直接点出这个红的颜色来，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树枝的部分啊，我们稍微用曙红点一下，就用深的曙红啊，我们稍微点在这个树杈的部分。这样感觉颜色会出来的更亮啊。点树杈的部分。
这样感觉这个亮的部分更亮。然后这个桃花蜜的地方呢，它颜色就比较深一点。稍微点一下，都是用深的曙红颜色啊。这个不用加这个白色。让人感觉这个桃树，这是桃花最密的地方。这样我们前面的这个桃树的颜色就比较亮一些了。这样关系，大家看一下前面的关系啊，也是前后左右的这个树与树之间的关系也特别清晰了。远处的稍微的点一点就可以了，不用点的太多。因为越远，我们就是说交代的比较模糊一点，不要交代太清楚。颜色，我们水面可以画一些水鸟。我们在这个空白的位置，我们可以加一些小鸟。让它活起来。对。
基本上就可以了吧？这样，对。这样点了一遍深的那个曙红颜色，大家看一下啊，这样对比就比较这个明显了就是我们亮的部分，就是我们光线照的部分，这个颜色桃花的颜色是发白的，我们暗的部分呢，桃花的颜色是深的。让大家感觉一下这是一丛丛的桃树，一层层的关系，我们就交代的比较清楚。